誰才是2025年最強的次旗舰手机呢？也就是 Pro 级手机。那到了今天呢，很多厂家的 Pro 级手机都已经发布完了。那在之前的对比中呢，荣耀 Magic 8 Pro 跟 vivo X300 Pro 它们的表现都很不错。那有可能2025年最强的次旗舰手机就是它们俩2选1了。那么本期呢，就来看看它俩的对比。本期看点如下，推薦大家仔細去看。那我们的節目呢，不光有測試環節，還能看到很多網友上傳的優秀的攝影作品，鼓勵大家能參與到攝影中來，這是我們節目一直的宗旨。現在很多朋友都把自己拍攝的優秀的照片上傳到了視頻回復當中，非常感謝這些朋友啊，是你們用實際行動真正的帶着大家能參與到攝影中來，也非常感謝給我們節目點讚和加關注的朋友。那下面就看看本期的攝影環節有哪些網友的攝影作品入選了吧。器材雖然分好壞，但是攝影不論器材，能成像的設備都能參與到攝影中來。歡迎收看 ZPH， 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啊！那下面就來看看這兩台設備的表現吧。那這兩台手機後攝的主要焦段還是非常對等的，都是主攝和超廣角。雖然說它們的長焦一個是3.7倍，一個是3.5倍，但是它們的等效焦段都是等效85毫米左右。在拍攝界面中，廠家給出來的默認的拍攝焦段呢，也都是非常相近的。它們都是有超廣角主攝2倍的數碼變焦、85毫米的光學長焦和10倍的數碼變焦。那麼現在看到的呢，就是榮耀的拍攝界面。那現在看到的就是 vivo 的拍攝界面了。同樣呢，它也是超廣角主攝2倍的數碼變焦、3.5倍的光學長焦和10倍的數碼變焦。那這兩台手機從後攝的硬件上，再到光學焦段上，還有拍攝界面上，都是非常對等的，可以說是針尖對麥芒啊。他們倆的系統呢，也都升級到了最新正式版。那下面就正式对比這兩台手機在成像上、在光學上的表現了。我們還是先從主攝開始聊。從硬件參數上說，兩台主攝是非常接近的，對吧？那麼後面的測試呢，我們就是默認設置，拿起來就拍。先看第一組對比樣片，在成像風格方面，相對來說，榮耀的更亮堂一些 ，vivo 的更沉穩一些。你們更喜歡哪邊的色彩風格呢？那麼中心解析力呢，是 vivo 的解析力更高啊，但是榮耀那邊的解析力也不錯。相對來說呢，它的成像偏柔和一些 ，vivo 那邊的數碼處理痕跡更多一些。再看一組對比樣片啊，同樣的，榮耀這邊稍微亮堂一點 ，vivo 那邊稍微沉穩一些，但是 vivo 的顏色呢也是更豔的。那麼中心解析力呢，跟上一組是一樣的，也是 vivo 的解析力看起來更高，但是榮耀那邊呢，也沒有說解析力有多麼不足啊，看着更柔和一些，說白了呢，就是看着肉一些。vivo 那邊看着更銳，同時呢，數碼處理痕跡呢也更多一點。兩台主攝都有5000萬像素高清模式，但是在高清模式下的解析力的區別就比較明顯了 ，vivo 的解析力明顯更強。那這回的區別呢，就不是說這邊看着肉一些，那邊看着銳一些的區別了啊，確實就是 vivo 的解析力更高。那麼這點跟他們高清模式成像方式呢，可能也有關係。那現在看到的就是榮耀的高清模式拍攝時候的錄屏，它的高清模式拍攝速度可以說是非常快的，成像也可以說是非常快的，跟普通模式用起來呢沒有多大的區別。
那麼相比之下呢 ，vivo 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在拍摄的时候成像就相对慢一些了，快门的地方呢还需要转圈圈。那在高清模式下成像的时间 vivo 既然慢，那它的解析力更高，那也就对了，是吧？那也就理所当然了。那在镜组的光学质量上，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能力方面呢，无論是左上角还是右上角啊，可以看出两台主摄也是屬於同一級別的。雖然說仔細分析呢，也能看出一些差別啊，但是不影響它們的級別啊，很接近。那再說超廣角鏡頭，它們在硬件方面就不太接近了。雖然說都是5000萬像素，光圈也都差不多大，但是視角可不一樣，等效焦段榮耀可要寬廣得多呀。看第一組樣片，他們在成像風格方面呢，依舊是榮耀的看起來更亮堂 ，vivo 看起來的更沉穩。但是 vivo 呢，除了藍天以外，它的顏色呢其實是更鮮豔的。不過在我眼裡呢，它們最大的區別還是視角的區別，榮耀的寬廣很多，對吧？那麼具體的視角差距呢，如圖所示，這個紅邊呢就是 vivo 拍不到的範圍。那麼中心解析力方面呢，這個沒有什麼懸念啊。vivo 這邊的視角窄，那麼它中心拍攝的物體就會更大，那麼它看起來更清晰，這是理所當然的。再看一組對比，這回藍天也是 vivo 的更鮮豔了啊，藍天啊、綠水啊，所有的顏色都是 vivo 的更濃烈一些了。那麼中心解析力方面，就說 vivo 的更清晰一些吧，其實兩邊差不多啊，但是看這屋頂怎麼 vivo 感覺數碼處理的痕跡這麼明顯呢？兩台超廣角都有5000萬像素高清模式，那麼這回的解析力方面呢 ，vivo 的解析力更高啊。鏡組的光學質量，也就是邊角畫質把控方面呢，這要是榮耀沒有紫邊的話，兩邊真可以說差不多。那麼看另一個角的表現呢，這回就可以說差不多了。畢竟榮耀的超廣角視角太廣了，等效12毫米，還有這種邊角畫質的把控能力，其實榮耀在這顆超廣角的鏡組上還是挺下成本的。那下面的中長焦對比呢，就算是一個重頭戲的对比了，因為這兩台手機的長焦啊，用的都是大底2億像素的長焦，它們的硬件也是非常接近的。雖然說榮耀是3.7倍，vivo是3.5倍，但是它們的等效焦段呢都是85毫米。那麼对比樣片呢，先從2倍數碼變焦開始看，現在呢它們還都是主攝的數碼變焦，還都沒有用到長焦鏡頭呢。雖然說它們都是主攝拍的啊，但是跟前面主攝的對比呢，兩邊反過來了。這回是榮耀看起來更清晰，但是數碼處理的痕跡更明顯。相比之下 ，vivo 看起來更柔和了。不過兩邊的解析力呢，還是屬於同一級別的。那現在就是長焦的对比了，它們也都是光學焦段了。雖然說一個3.5倍，一個3.7倍，但是它們的等效焦段呢都是85毫米。這回在解析力方面 ，vivo 的表現更好啊。但是來了，它們的長焦都有2億像素高清模式，在高清模式的加持下，榮耀的表現更好，而且榮耀的高清模式成像時間還更快，比 vivo 是更快的，這點跟主攝是一樣的。但是解析力這回是榮耀的更好了，而且這個還不是個例啊，我拍了很多場景，比如說這個場景下，依然是榮耀在2億像素高清模式下的表現更好。雖然說有些地方榮耀看起來過曝，但是並沒有過曝，而且細節呈現就是比 vivo 的更好。雖然說 vivo 那邊光影刻畫的更柔和，看似沒有一點過曝，但是它的塗抹感是要比榮耀重的。現在是10倍焦段對比，那麼在解析力方面呢，我仔細對比了兩邊啊，他們的數碼處理痕跡都是挺明顯的了。有榮耀比 vivo 強的地方，有 vivo 比榮耀強的地方，這個就不太好說了。那咱們再看一組吧。那麼這組呢是夕陽下拍的啊，當時陽光還是挺硬的。這個時候的解析力方面呢，跟上一組呈現出來的差不多啊，同樣是也有榮耀比 vivo 強的地方，也有 vivo 一眼就比榮耀強的地方。那麼你們更喜歡哪邊的10倍長焦的效果呢？最後再看一組30倍超長數碼變焦的效果吧。這個時候放大看細節呢，一下就能看出來，兩邊這回數碼處理痕跡都是非常明顯的了。但是細節呈现方面呢，我就不好說哪邊更強了啊。不過顏色方面還是能看出哪邊更好的。從觀感上呢，第一眼可能是 vivo 的更好吧。不過顏色這方面呢，就跟好吃的、好看的、好玩的沒有標準一樣啊。你們喜歡哪邊就好。那再对比一組吧，這組從最終的結果上看呢，有時候從觀感上來說呀，vivo 的強一些。不過我感覺老是那種二哥不用說大哥的效果啊。反正兩邊也都沒有什麼細節，都是 AI 啊數碼處理後的結果，那就說 vivo 稍強吧。微距拍攝這塊，這兩台手機都可以用超廣角和長焦鏡頭來拍攝微距。那麼就先看看超廣角數碼變焦到主攝焦段之後的微距效果。
那麼两邊呢差不多啊，換一個場景，最終結果其實也是差不多的啊，在解析力方面。那現在就是長焦鏡頭拍的微距了，長焦鏡頭數碼變焦到10倍焦段來拍攝微距。那麼第一個場景呢，其實它們還是非常接近的，但是我怎麼感覺榮耀的稍微強一點點呢？那再換一個場景吧，拍一些線頭什麼的。那麼最終在解析力方面呢，我還是覺得榮耀稍微強一點點，可能也就是強了那麼一點點，或者說他們也許根本就差不太多吧。那再說前攝自拍的表現，用的就是手機前攝的默認設置，没有調其他的選項。哎呀，這兩台手機前攝自拍的效果可都是夠棒的。當然第一眼看起來呢是亮度方面的區別，榮耀這邊看起來更亮堂，vivo 這邊看起來更沉穩，但是兩邊在人物的精緻度上，皮膚的磨皮美顏上，細節呈現上，水平都是相當高的呀。我還真分不出來哪邊的更好看啊，只能簡單的說出來哪邊看起來更亮一些，更暗一些。那麼你們覺得哪邊的前攝自拍效果更好呢？现在是前攝錄像的表現，視角方面，榮耀的稍微窄一些 ，vivo 的稍微廣一些。那是不是榮耀的視角窄，臉拍得更大，看起來更清楚呢？不過 vivo 那邊的磨皮美顏好像確實比榮耀多了一些，不過它們的清晰度啊、防抖都是非常不錯的。膚色方面也是有一些區別的，但是哪邊更好看呢？從我這兒看 ，vivo 的看起來稍微更紅潤一些。我不知道你們的顯示器上看哪邊更好啊？沒準你們會喜歡榮耀的顏色。再說人像拍攝的表現，用的就是手機人像模式的默認設置，沒有調其他的選項。第一個環境下，榮耀這邊的膚色看起來非常的水嫩啊，但是 vivo 那邊的表現呢，看起來也是非常帥氣的，它好像更適合刻畫光影。但是換了一個環境之後啊，這回榮耀的膚色就更顯得水嫩了。但 vivo 那邊的人像效果呢，肯定也是不錯的，拍出來也非常精神啊，非常帥氣。只不過在膚色上呢，相對於榮耀那邊的水嫩而言，有些吃虧。那你們更喜歡哪邊的人像效果呢？這次榮耀不是宣稱它的夜景長焦人像非常厲害嗎？那麼這回跟 vivo 對比呢，我們也找了一個測試環境比較殘酷的場景，讓他們對比一下夜晚的長焦人像。測試方法呢，就是拿起来就拍，沒有架子，沒有穩定器，也沒有開閃光燈。當時環境的光源啊還是非常複雜的，背景有非常亮的光源，側面還有一個一直晃得我很難受的小光源啊，所以我的面部表情呢看起來非常的苦，但是呢並不影響对比，可以說他們的水平是非常接近的。但是要說明呢，這回沒有開閃光燈，如果要開閃光燈呢，肯定是 vivo 的表現更好，因為這點呢是它的拿手好戲。直出曝光度的表現，對於這兩台手機來說是不用擔心的了，因為它們畢竟是旗艦級的手機，尤其是榮耀啊，無論是主攝還是超廣角，還是各種色彩模式，在各種大光比的環境下，它都能保證亮部跟暗部的細節呈現。亮部呢也能亮得上去，樹枝與天空的分界做的也都非常自然，暗部能暗得下来，暗下来的同時呢，細節保留得非常好，也不偏色，也不發虛。那 vivo 相对於榮耀來說呢，就顯得有些個性了。它的質感模式在某些場景下，或者說很多場景下，暗部呢會缺失細節，這是它的特點啊。因為它的質感模式呢，就是讓你直出用的啊。他覺得這個環境下什麼樣的色調更好看啊，拍下來就讓你直接用，他也沒考慮你在後期。那如果你用 vivo 這台手機有後期的需求呢，那麼你就用鮮明模式跟自然模式就好了。這兩個模式呢，在大光比環境下，亮部跟暗部的細節呈現呢都是沒問題的。不過我估計有些眼尖的觀眾呢，可能也看出來了 ，vivo 的鮮明模式呢，在某些環境下暗部是有些發藍的。那麼也就是說，直出曝光度這個環節表現呢，還是榮耀更穩定一些。再說夜景對比，先看普通城市測試場景的。那麼這些場景呢，也是我們精挑細選的，有強光有陰影，其實難度也是挺大的。那麼這兩台手機呢，簡單來說呢，對付這些場景，無論是主攝還是超廣角都沒有什麼壓力，直出的效果都非常好。榮耀在沒有更新系統之前，就是在第一次測試的時候，有些場景超廣角的亮部細節呈現是有問題的，但是經過幾次升級之後呢，它的表現已經完全沒有問題了。那麼 vivo 所謂的直出呢，其實到了某些場景啊，你還是能感覺出來，它還是包含了一些小小的自動夜景的，就是成像呢會變慢，但是感覺上的差別呢是非常細微的，所以我們也還是給它算直出。那總之呢，在這些城市夜景的環境中，這兩台手機表現出來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到了城市昏暗的场景呢，细节呈现方面主摄上是 vivo 的稍微好一点，超广角呢两边就谁也甭说谁了。中长焦的夜景表现呢，这两台手機也是非常接近的，无论是2倍数碼变焦，还是3.5倍、3.7倍的长焦，一直到10倍的数碼变焦，它们表現出来的水平呢也都是非常接近的。某些細小的地方呢肯定还是有区別，但是这些区別呢还是属於同一水平的。那就算到了昏暗的環境，两台手機的長焦表現，從3.5倍、3.7倍的長焦鏡頭到10倍的數碼變焦，一樣表現出來的都是非常接近的水平啊。那麼來到極暗環境就要打開夜景模式了，這個時候主攝的表現，vivo 這邊就是太亮了。其實兩邊的細節呈現呢也都差不多。那麼超廣角的表現呢是 vivo 的細節呈現更好。難度比較大的健身器場景，主攝的表現同樣是在細節呈現方面，其實他們兩邊差不太多。vivo 那邊要是能把亮度，也就是伽馬值稍微往下壓一壓的話，就更完美了。不過這裡要說一下，在如此極限的環境下，榮耀主攝的夜景曝光時間呢是不到2秒。那要不到2秒的話，那其實它的夜景成像還是非常快的。那相比之下 ，vivo 在这個場景下的成像時間就慢很多了，是不到8秒7秒多。那麼不到8秒跟不到2秒的差別呢，還是非常明顯的不過 vivo 有一個好處，就是它在取景時環境的亮度跟清晰度是要明顯高於榮耀的。那超廣角的表現呢，還是 vivo 的稍微強一點在細節呈現方面只不過它倆已經可以說是誰也甭說誰了。場景的難度再提高一些樹林小路這個場景，主攝的細節呈現方面 vivo 的更強。最後一個最難最變態的場景，祖傳神樹 Pro 主攝的細節呈現，這回差距就拉開一些了 ，vivo 的表現更好。視頻錄製用的是手機的默認設置，也是最接近現在社交軟件錄製的效果。現在是主攝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現，沒有架子，沒有穩定器，兩邊防抖都非常優秀解析力也都非常好。但如果非要硬挑出一個解析力更好的，我覺得是 vivo 的解析力更高。現在是超廣角的錄像表現，視角呢是榮耀的更寬廣這個姿勢呢把我的手指頭還拍下來一點兒。顏色方面呢，我喜歡榮耀這邊看起來秋天的味道更濃一些，不過清晰度呢，可能是由於榮耀的視角更廣，它拍下來的中心物體更小，所以看起來呢清晰度是 vivo 的更好。現在是2倍數碼變焦的表現，它們都是主攝的數碼變焦，防抖兩邊都非常不錯。清晰度呢是 vivo 的更高那麼顏色方面，你們更喜歡哪邊的效果呢？現在兩邊都是長焦鏡頭的光學焦段了，榮耀3.5倍 ，vivo 3.7倍，但是它們的焦段呢都是85毫米左右。現在它們表現出來的區別呢，最大的就是顏色上的了，它們在清晰度、防抖方面都是非常好的。現在是10倍焦段的對比，它們都是長焦鏡頭的數碼變焦。那麼這回在解析力、清晰度方面呢，我感覺是榮耀的表現更好了。而且焦段方面 ，vivo 那邊好像更長一些，可能是它的電子防抖裁的更多一些吧。榮耀錄像的最遠數碼變焦是15倍 ，vivo 是20倍，現在就是它們的對比，但是它們在清晰度跟解析力上沒有什麼區別。現在是主攝夜晚的錄像表現，在這麼昏暗的場景下呢，顏色方面我感覺 vivo 的更好一些吧，清晰度跟防抖兩邊差不多。那至於超廣角，在這麼難的場景下呢，就誰也甭說誰了榮耀防抖好，顏色不行。vivo 那邊的顏色行，但是細節呈現跟防抖呢，也就那麼回事了。現在是長焦鏡頭的夜晚錄像表現，榮耀3.5倍 ，vivo 3.7倍。亮度方面是 vivo 看起來更亮，但是清晰度方面，我怎麼感覺是榮耀的更清晰一些呢？現在是10倍數碼變焦的對比。這回可真就是榮耀的清晰度、解析力更高了，而且高很多呀。防抖兩邊的表現都是非常不錯的，但至於這個清晰度的差距，一開始我是沒想到的榮耀的表現還真夠厲害的。而且10倍端的錄像對比呢，我錄了還不止一遍，這個清晰度、解析力的差距確實存在，而且差距還不小。榮耀的表現確實不錯。這兩台手機的對比前，我就料到了他們會互有勝負，但是沒想到結果會這麼的焦灼。你有這方面強的，我就有那方面強的，或者呢，兩邊就是半斤八兩，誰也甭說誰，差距非常的細微。總之呢，他們倆可以說是2025年最強的兩台 Pro 級的次旗艦手機了。如果再有比他們表現好呢，可能就是各家的 Ultra 級手機了。
那就過幾個月再看吧。那麼到了結尾，你们更喜歡這兩台手機哪台手機的外觀呢？如果你喜歡榮耀就打1，如果你喜歡 vivo 打2。OK， 到結尾了，看完前面內容，希望在選擇方面為您提供了幫助，也希望您能喜歡我們的節目，別忘了點讚和加關注支持我們啊！我們下期節目再見，拜拜。